鳄鱼，追查到刘子业的下落没有？我头道上的兄弟查过，现在可以确定，刘子业确实是失踪了。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新桥的夜猫岩附近，此后就不知去向了。这么大个城市，找人也挺不容易的。我派人暗查过，尤其是一些流浪者聚集区或者鸦店，都丝毫没有他的音讯，就连那个被他侵害过的女孩，也不知他的去向。像刘子业这种人，如果长期走投无路，必定是去投靠那个女孩子，而且会求她收留。如果说她没有出现，那就表示她不是找到了出路，就是遭遇了不测。你说的有道理，这也是我担心的。如果说刘子业是被人绑架了，那么浮生和慕容熙可能也是被同一拨人绑架的。鳄鱼，你的兄弟可靠吗？他是我以前的战友，绝对可靠。对了，慕容熙和浮生他们两个是怎么失踪的？浮生和慕容熙那天买完菜之后，在附近的一个冷饮店买过冷饮。哦。浮生是在那间冷饮店晕倒的，店老板送他去的医院。我去全市的医院都查过了，那天没有任何一家医院收治过叫浮生的这个病人。那是不是那家冷饮店有问题？对，那家冷饮店没了。我查过周边的商户，他们怎么说？没有人能说清楚那家冷饮店的来龙去脉，只知道那家冷饮店是在半个月前才有的。刘子业、浮生、慕容熙的失踪绝非偶然，里面必定有我们不知道的阴谋。浮生，慕容熙，浮生，浮生。哎，慕容熙，哎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哪儿我也不知道。我在这被关了半个月了，连个人影也没看着。这不会是地狱吧？地狱？牛头马面抓我们来的吗？不对呀，地狱不是有油锅吗？还有什么刀山火海、阎王、小鬼在哪儿呢？这不像啊！哎呀，这不是地狱。这地狱里面怎么会有电视机呢？那这是哪儿啊？牢房吗？我们被囚禁起来了。这是哪儿？我也不知道。但这儿就算不是牢房，也和牢房差不多了。牢房？那我们是不是还得受刑啊？在这儿半个月了，倒也没受刑。哎，而且还有吃的和喝的。有吃有喝，会不会是姐姐给我们安排在另外一个地方？峰峰虽然对我们苛刻，但他也不至于害我们呀。这一定是有人另有所谋。如果是另外有什么人把我们抓到这里来，那么他们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没有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在这白吃白喝不算。这儿，他们还抽我血。抽血？为什么？叶先生，这就是他们的检测报告。除了人体内的那种无法解释的气息外，他们的骨龄、发囊、血液和常人无异。李欢呢？如果他真的是孝文帝的话，不管他是什么，只要能把李欢带到这儿，我们的研究就会更顺利一些。不行，绝不能再打草惊蛇了。李欢和其他几个人不同，他虽然没有什么亲友，可是他在有关部门是有案底的。那次狗山事件以后，他必须接受不定期的监督。再说，李欢也算是个名人，如果有什么意外，有人查起来，那就麻烦大了。那倒也是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绝密进行，
不能对外界透露半点风声。李欢这个人智慧超群，行事谨慎，不像刘子业那帮纨绔子弟。我邀请他参加我们的研究，他迟迟不愿意。所以，我们的策略得改变。好的。哦，刘强，叶博士，今天晚上我们给你过生日，已经订好法国餐厅了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去不了了。我们都安排好了，到时候会有惊喜的。今天小峰要跟我一起过生日。那我们就不做电灯泡了，你去吧去吧啊，过得开心啊。那你替我谢谢大家，跟大家说声对不起。没事，走吧，去吧啊，玩得开心啊。好，谢谢。生日快乐啊！快点啊！小峰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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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叶佳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你，小峰。来，看看我给你做的生日蛋糕，真好看。小峰，这是我收到过最喜欢、最好的生日礼物了。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？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每年都做给你。
谢谢你，小芳。这么晚了会是谁呀？我去看看啊。叶哥哥，佳妮，进来吧。小凤，佳妮来了。哇，好漂亮的蛋糕啊！啊，小凤姐姐好。你好。叶哥哥，你过来，你看我给你带了礼物呢。带的什么礼物啊？叶哥哥，每年你的生日我都陪你过，今年我也不想错过。叶哥哥，你看我给你带的礼物。叶哥哥，快看啊！叶哥哥，你看，这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照片。那时候我还是小不点呢，你总是拉着我的手，怕我跌倒。这里还有你没有穿裤子的照片呢。佳妮啊，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，我很开心。哦，叶哥哥，要不我陪你跟小凤姐姐喝一杯吧？我知道酒杯在哪儿，我去拿。佳妮，来。小凤姐姐，我敬你。喂。啊，来，佳妮。对，我是峰峰。什么？好，我马上就到。小凤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李欢出车祸了，我去一趟医院。小凤。小凤，来，我陪你喝酒。干杯！李欢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？芳芳，我没事，没事。你伤哪儿了？只是腰部擦伤了。你开车一直都挺谨慎的，怎么会出意外呢？我没事，倒是你，这么晚了跑这里来干嘛？鳄鱼一给我打电话，我就赶紧跑过来了。你真是吓死我了！我是千年僵尸，哪有那么容易死啊？呸呸呸！不许乱说话。芳芳，每次我有难，你都第一时间赶到。每一次我出事，都是你来帮我。你不是一直说你不爱我吗？你干嘛不承认？谁稀罕你啊？少自作多情了。我就知道你不承认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贫嘴？哪儿疼啊？你让我看看。腰疼。
骗我！肖兆业，肖兆业他们几个想来医院看你。别让他们来了，深更半夜的。再说了，我明天就回去了。李欢说他没事儿，你们放心吧，他明天就回去了。跟他们说把门锁好，看见陌生人不要让他们进来。记得把门锁好啊。还有，最近尽量不要出门。李欢让你们没事少出门。如果非要出门的话，让他们结伴而行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磨磨叨叨，磨磨叨叨的，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没事。叶先生，蝎子，你怎么回事？李欢干的。什么？你和李欢交手了？是，李欢那家伙太厉害了，我都不是他对手。我不是让你跟踪和监视他吗？你出什么手啊？叶先生，你不用解释。这么做打草惊蛇，会引起李欢的警觉，那我们的计划还怎么进行啊？你气死我了你！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不过呢，过去了也就算了。叶哥哥跟冯峰也不是第一天吵架，过几天就没事了。哎，佳妮，你真是全天下最好的女孩，是叶妈妈不好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叶妈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？唉，都是我没用，我想尽了办法也没能让你如愿。前几天我还听冯峰说，叶家准备跟他去领结婚证呢。什么？叶哥哥要跟冯峰结婚了？是啊，这场游戏里，咱们彻底的输给了冯峰，他抢了我儿子，抢了你的叶哥哥。叶妈妈，叶哥哥不能跟冯峰结婚，叶哥哥怎么能娶那样子的女人呢？叶妈妈，你帮我想办法。佳妮，我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呀，我甚至还想让你给叶家下药了，可是，唉，到头来我们还是败在冯峰手上了。叶哥哥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芳芳，你最近一定要小心，尽量不要晚上出门。没事儿的。不管任何人跟你搭讪，都不要理他们。你怎么了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一直婆婆妈妈的，怎么那么奇怪啊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最近老做噩梦，而且眼皮还跳，心里特别不踏实。什么时候变这么迷信了？我是古人嘛。再说了，万事万物之间都有他们的关系，都有他们的联系的。芳芳，你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。我知道了。芳芳，谢谢你。你这是干嘛？太不正常了！你不是脑子坏掉了吧？蠢女人，别人骂你，你才舒服是吧？这才是你嘛！行了，赶紧回家吧。对了，按时涂药啊。拜拜。拜拜。老大，你明明是玉玺受伤，为什么要骗冯小姐，说是车祸？鳄鱼，你不懂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她知道，要不她会担心死的。是谁干的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用了一种喷雾剂，喷在那个人头上，颜色是洗不掉的，你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。好，我派弟兄们去查，全城的每个角落，我都会搜个底儿朝天。不过查这件事情难度也挺大的。交给我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
鳄鱼，现在的事态发展已经不受我们控制了。我们首先要找到刘子业他们的下落。怎么查？关键要保护好冯峰。老大，你为什么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冯小姐？绝对不能，我担心她的安危。还有，回去之后把专院的人全部辞掉，安置好他们。为什么？不要再问了，我们走。